他曾是赛道上耀眼的明星，是父母的骄傲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一次看似浪漫的邂逅，却将他拖入无法挣脱的深渊。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，一个女孩拼尽全力求救，却最终倒在冰冷的校园停车场。她就是劳伦·麦克拉斯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，欢迎来到24探案。劳伦于1997年出生在华盛顿州普尔曼一个温馨的家庭，他的父母吉尔和马特都是华盛顿大学的教员，劳伦是他们的独生女。从小，劳伦就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坚韧的性格。他的母亲吉尔曾回忆，劳伦2岁就能爬树，他天生无畏，充满决心。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在他身上从未消失。运动是劳伦生命中的重要部分。他在田径项目上尤其出色，擅长7项全能，包括100米栏、跳高、铅球、200米跑、跳远、标枪和800米跑。这些项目不仅考验速度和力量，更需要极强的毅力和专注力。高中时期，劳伦已是华盛顿州的跳高冠军，并在全美田径协会青少年锦标赛的7项全能中名列第10。他的才华吸引了多所大学的注意，他最终选择犹他大学，获得了全额田径奖学金。2015年，劳伦带着梦想来到盐湖城，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。作为传播学专业的学生，他不仅在学业上保持高 GPA， 还在犹他大学田径队中成为明星队员。他的队友布鲁克·马丁曾说，劳伦不只是运动员，他还是个幽默的舞者，热爱卡拉 OK 的女孩。他总能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。劳伦性格内向但真诚，他喜欢与朋友分享生活，关心他人，总是乐于倾听。他会记住朋友的生日，会在别人需要时静静陪伴。在盐湖城，劳伦加入了市中心的首都教堂，喜欢邀请朋友一起参加活动，用歌声传递快乐。他的母亲回忆，他希望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别人。劳伦的生活充满了目标，他梦想着毕业后继续追逐事业和运动梦想，同时保持对社区的贡献。他还计划在未来从事与传播相关的工作，用他的声音讲述更多有意义的故事。劳伦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，他几乎每天都会与吉尔和马特通电话，分享生活的点滴。他的父亲马特说，劳伦是我们的骄傲，他总是那么努力，却从不炫耀。在朋友眼中，劳伦是一个可靠的倾听者；在教练眼中，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运动员；在家人眼中，他是一个充满爱的女儿。他的生活轨迹本应继续闪耀，然而2018年9月，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这一切。2018年9月1日，劳伦和好友亚历克斯来到盐湖城市中心的伦敦贝尔酒吧。这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地方，现场乐队和舞池让夜晚充满活力。在酒吧门口，劳伦遇到了一个名叫肖恩·菲尔兹的保镖。他身高超过6英尺，笑容迷人，自称是盐湖城社区学院的学生，正在兼职做安保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聊了几句后交换了电话号码，约定第2天见面。接下来的几周，劳伦和肖恩迅速坠入爱河。他带她去吃饭，送她鲜花，甚至正式请求她做他的女友。劳伦的母亲吉尔回忆，女儿曾兴奋地打电话分享这段浪漫的开始。她说，他看起来很体贴，带我去吃了顿浪漫的晚餐，还送了我一束花。劳伦甚至开始憧憬这段关系的未来。然而，朋友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。肖恩对劳伦的穿衣打扮开始加以控制，要求他穿 T 恤和牛仔裤。他频繁打电话询问他的行踪，甚至要求他立刻回复。如果他稍有延迟，他就会质问他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劳伦的独立性似乎在逐渐消失。他的朋友亚历克斯说，他以前从不会因为别人改变自己，但现在他好像总在担心肖恩的反应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肖恩几乎搬进了劳伦的宿舍，频繁出现在校园，甚至与他的室友和其他学生混熟，得以自由进出宿舍楼。10月初，肖恩提出要送劳伦一把手枪，说是为了保护他，这让他的朋友们感到担忧。他们将情况报告给了宿舍管理员，但管理员只是建议他们继续观察，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。10月9日，劳伦偶然发现了肖恩的身份证，震惊地发现他并不是28岁的肖恩·菲尔兹，而是37岁的梅尔文·
罗兰，一个有严重犯罪记录的性侵犯者。通过网络搜索，劳伦得知罗兰2004年因诱骗未成年人和性侵未遂被判入狱9年，2013年才假释出狱。他的犯罪记录触目惊心，包括多次违反假释条件。10月9日晚，劳伦鼓起勇气在宿舍与罗兰对峙，他质问他的真实身份，告诉他关系到此结束。罗兰起初试图否认，但面对劳伦的坚持，他最终愤怒离开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噩梦的开端。分手后，罗兰开始通过多个陌生号码发送威胁短信，他冒充朋友，声称自己住院或死亡，甚至伪造消息说自己因劳伦而自杀。他的朋友还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谣言，称劳伦导致了罗兰的悲剧。10月12日，罗兰的威胁升级，他声称握有劳伦的私密照片，要求他支付$1000，否则将照片公开。劳伦不堪其扰，感到恐惧和羞耻。10月12日，劳伦向校园警察报案，举报罗兰的骚扰行为。第二天，他再次报警，报告敲诈勒索。他提供了罗兰的姓名、照片和犯罪背景，但警方并未展开调查。警官米格尔·德拉斯要求劳伦提供相关照片作为证据，却未将案件上报，而是将照片下载到私人手机，并在同事间炫耀。更令人寒心的是，警方将劳伦的求助视为普通诈骗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2018年10月22日，悲剧降临。那天，罗兰在劳伦的宿舍外徘徊了数小时，手持一个黑色小包，里面装着一把40口径的贝雷塔手枪。监控录像显示，他曾穿着死士戏服出现在校园，试图掩盖身份。晚上8点，劳伦结束课程后步行回宿舍，一边与母亲通电话。他告诉吉尔，自己正准备回宿舍完成作业，语气轻松而充满希望。8点20分，罗兰埋伏在停车场，趁劳伦经过时将他拖到一旁。他强行将他塞进一辆银色别克车的后座，这辆车是他从邻居那里借来的。罗兰朝劳伦连开7枪，几乎是近距离射击。枪声在夜晚的校园回荡，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和学生。案发后，罗兰迅速逃离现场。他步行至附近的轻轨站，早已通过约会软件安排一名女性接送他前往市中心。这名女性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，以为只是普通的约会。晚上9点55分，警方在停车场发现那辆别克车，劳伦的遗体就在后座。他的物品散落在停车场，包括手机、背包和证件，手机上仍有与父母的未断通话。法医报告显示，劳伦身中7枪，子弹几乎全部命中要害，他几乎没有反抗的机会。他的死亡时间被确定为8点20分至8点30分之间。劳伦的生命就这样被残忍夺走，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他多次求助后的第10天。劳伦的死亡震惊了犹他大学和整个盐湖城社区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凭借校园监控录像和劳伦父母的报警，梅尔文·罗兰被立即锁定为首要嫌疑人。然而，调查的深入却揭露了警方在案件前期的一系列失误，这些失误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根据警方记录，劳伦从10月12日起至少20次联系校园警察，提供了罗兰的姓名、照片、犯罪背景和威胁细节。他明确表示自己感到生命威胁，但这些求助大多被忽视。10月12日，他首次报警，报告骚扰行为。10月13日，他再次报警，报告敲诈勒索。警方的回应却是敷衍的，称这可能是诈骗，没有展开任何调查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劳伦10月19日向警探凯拉·达洛夫发送了一封详细邮件，附上罗兰的罪犯信息，包括他的假释状态和犯罪记录。然而，达洛夫当时正在度假，直到劳伦遇害后才看到邮件。劳伦的朋友谢尔比·冈萨雷斯回忆，就在他遇害前的星期四，劳伦告诉我，警察不相信他，他感到无助。调查还揭露了警官米格尔·德拉斯的严重不当行为。他不仅未将劳伦的案件上报，还将他提供的私密照片下载到私人手机，并在同事间炫耀他的外貌，称他可爱。这一行为被指控为滥用证据，但因数据下载证据不足，德拉斯最终未被起诉。他在案件曝光后辞去校园警察职务，
试图加入另一家警局，但因丑闻被迅速解雇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全力追捕罗兰。监控显示，案发后他步行至轻轨站，与一名通过约会软件认识的女性共进晚餐，试图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这名女性回忆，罗兰当晚表现得轻松自然，甚至在她家中洗澡，毫无犯罪后的紧张感。午夜过后，一名市民报警称在电视上认出了罗兰，警方随即展开追捕。凌晨1点，罗兰被发现于盐湖城一处街道，他试图逃跑，闯入一座130年历史的圣三一教堂，藏匿其中。警方包围教堂后，听到了枪声。进入教堂后，他们发现罗兰已开枪自杀，结束了短暂的逃亡。现场找到的枪支正是凶器，一把40口径的贝雷塔手枪，由一名名叫内森·沃格尔的同伙提供。调查确认，沃格尔是一名有前科的罪犯，他通过新认识的女友购买了这把手枪。这名女友对沃格尔的背景一无所知，以为自己只是帮男友买枪。她的证词帮助警方还原了枪支来源，但她因不知情未被起诉。沃格尔则在案发后主动自首，承认提供了凶器。在追捕罗兰的同时，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劳伦的遗物，他的手机仍显示与父母的通话记录，背包和证件散落一地。法医报告显示，劳伦身中7枪，子弹几乎全部命中要害，死亡几乎是瞬间的。调查还发现，罗兰曾通过劳伦的手机密码窃取他的邮件，得知他向警方报案的细节，这让他得以继续操控和威胁他，甚至在他报警后变本加厉。案件曝光后，犹他大学委托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。报告指出，校园警察存在多项失误，忽视报警、缺乏培训、沟通不畅，甚至对女性受害者的投诉存在性别偏见。报告确认，若警方核查罗兰的假释状态或展开基本调查，悲剧完全可以避免。劳伦的母亲吉尔痛心地说，一个电话就能救他的命，但没人愿意打。调查还引发了学生群体的愤怒，学生成立了安全协会，收集类似案件的故事，抗议校方的不作为。学生布鲁克·马丁说，劳伦的死让我们意识到校园并不安全，我们不能再沉默。这些抗议推动了校方的改革，也让劳伦的案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。梅尔文·肖恩·罗兰1981年出生于犹他州，案发时37岁。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谎言和犯罪。2004年，罗兰因诱骗未成年人和性侵未遂被判入狱9年，2013年假释出狱。然而，他从未改过自新。在假释期间，他多次违反规定，包括擅自离开州界和接触潜在受害者。罗兰善于伪装身份，常以肖恩·菲尔兹或其他假名接近女性。他自称是学生、安保人员，甚至退伍军人，靠魅力和谎言赢得信任。他的外表和谈吐让他在酒吧和约会软件上如鱼得水，但背后却隐藏着扭曲的心理。调查显示，劳伦并非他唯一的目标，他曾与多名女性建立关系，用类似手段操控她们。罗兰的危险性在于他的报复心和操控欲。劳伦的分手和报警让他感到被羞辱，他通过跟踪、威胁和敲诈一步步升级报复。他的死是戏服和精心策划的逃跑路线显示，他对犯罪有一定预谋。他的自杀或许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，但也让许多真相永远埋藏在了迷雾中。由于罗兰在案发当晚自杀，针对他的刑事审判无从谈起。然而，这起案件引发了多起相关诉讼和调查，试图为劳伦讨回公道，也为其他潜在受害者争取正义。2019年，劳伦的父母吉尔和马特对犹他大学提起诉讼，指控校方和校园警察在劳伦多次求助时严重失职，要求赔偿5600万美元。他们认为校方的疏忽直接导致了女儿的死亡。2020年6月，他们又提起第2起诉讼，揭露警官米格尔·德拉斯的不当行为，指控他滥用劳伦提供的证据，对他造成2次伤害。2020年10月，双方达成和解，恰逢劳伦遇害2周年。犹他大学同意支付1050万美元赔偿，并向劳伦·麦克拉斯基基金会捐款300万美元，用于校园安全改革、田径项目支持和动物福利事业。此外，
校方承诺建造一座以劳伦命名的室内田径设施，以纪念他的贡献和精神。劳伦的父母表示，所有款项都将用于基金会，延续劳伦的遗志。提供凶器的内森·沃格尔被控非法持有枪支罪，他在案发后主动自首，承认将手枪交给罗兰，最终认罪，被判处3年监禁。劳伦的家人同意了这一判决，认为沃格尔并非主谋，希望避免更多无辜者被牵连。沃格尔的新女友因不知情未被起诉，但他的证词帮助警方确认了枪支来源，填补了案件拼图的重要一块。劳伦·麦克拉斯基的死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，他的故事不仅让人痛心，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校园安全和警务系统的深层问题。劳伦在生命的最后10天里，拼尽全力求助，拨打20多次电话，发送详细邮件，甚至亲自前往警局。他提供了嫌疑人的姓名、犯罪记录和威胁证据，但这些求助却被忽视、被轻视。他的勇气和坚持令人敬佩，但系统的失败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起案件暴露了校园警察的低效和偏见。劳伦的投诉被轻视为恋爱纠纷，警方的不作为和性别歧视文化让危险一步步逼近。警官米格尔·德拉斯的行为尤为恶劣，他不仅未能保护劳伦，还利用他的信任对他造成2次伤害。这种文化不仅存在于犹他大学，而是许多校园的通病。女性的求助常常被质疑，甚至被嘲笑，这必须改变。劳伦的父母将无尽的悲痛转化为行动，成立了劳伦基金会，致力于校园安全、动物福利和田径运动。他们的努力让劳伦的承诺传播开来，当有人求助时，我们要倾听、相信并立即行动。这个承诺不仅改变了犹他大学，也激励了全国的学生和社区为安全发声。劳伦的故事还引发了对约会暴力和跟踪行为的讨论。这些问题在大学校园中并不罕见，却常常被忽视。他的案件让人们意识到，跟踪不是小事，而是可能升级为致命威胁的信号。社会也需要更广泛的教育，让每个人都明白，暴力不是受害者的错，求助是勇敢的表现。劳伦·麦克拉斯基是一位闪耀的明星，他的生命不应被悲剧定义。他是运动员、学生、朋友、女儿，他的笑容和热情感染了无数人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倾听和行动可以挽救生命。让我们记住劳伦，不仅是为了缅怀他，更是为了让他的遗产推动改变，让校园成为真正安全的港湾。他的生命虽然短暂，但他的影响将永远延续。